在这个世界中，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无形的压力中，总是感到必须按部就班地迎合社会的常规，去做那些被认为是应该的事情。每一个选择，每一次行动，仿佛都受到外界期望的束缚。我们忙于追赶外在的目标，却往往忽略了内心的声音，忽视了那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理。这样的过程，无论多么辛苦、努力，终究会带来内心的消耗与不安。这是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是出于对自己真实意图的回应，而非单纯的社会期待。你是否曾经感觉过自己身处的环境再也无法引起共鸣？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似乎总是有一种不安，让你渴望寻找一个出口。你开始质疑自己为何要待在这个位置，为何要继续做那些不再吸引你的事物。这样的时候，不安和不满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让你想要急于穿越当下的过渡阶段，想要立刻找回那个更符合自己内心的方向。然而，这正是你成长的契机。在这段过渡的过程中，你不需要急于去寻找答案或解决所有的问题。与其焦虑，不如静下心来，去感受这一刻的真实，去聆听内心的声音。因为正是在这样的过渡中，你将有机会接触到更深层的自我，获得个人力量的升华，并能够在宇宙的引导下，走向更符合你生命使命的道路。也许在这个时候，你会开始意识到，当下的困境并非阻碍，而是宇宙给予你的一次重生的机会。正如吸引力法则所言，当你专注于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外界的情境也会开始随之转变。这些转变可能并不会立刻显现，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迷茫和不安，但请相信，这些内在的变化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带领你走向那个你渴望的更高层次。当你学会与自己真实的内心对话时，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的答案，其实早已在你的心中。宇宙的智慧从未离开过你，它一直在你的内心深处，等待你去发掘。当你能够将焦点从过去的经历中移开，放眼未来，你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每一个看似困难的选择，都是一个通往新生活的桥梁，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你走向新高峰的步伐。对自己诚实是这段过渡的关键。你不必再为了迎合社会的期待或他人的目光而妥协，你需要的是从内心深处去问自己，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吗？当你开始正视自己的渴望，并且勇敢去追随它，你会发现这是一条充满力量的道路。每当你选择真实的自己，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你的成长提供滋养，宇宙也会因此而更加眷顾你。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耐心是一种智慧。或许你会因为现状的不安而焦虑，或者因为无法立刻看到结果而灰心，但请相信，这样的过程正是你灵魂进化的一部分。每一步的前行，无论快慢，都在为你铺设通往更高层次的道路。正如宇宙的节奏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在适时而至。你只需要保持最纯粹的意图，并与正向的能量共振，这样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在适当的时刻出现。有时候，环境的变化似乎让人感到迷茫，但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目标与价值。每一个转变都在为你的人生开启新的篇章，而每一次的等待都是对未来的期待。无论眼前的挑战如何，都请坚信，你的努力与付出终将在不久的将来结出最丰盛的果实。当你真心相信自己，并对宇宙的安排保持开放的心态时，你会发现，所有的难题都变得不那么可怕，所有的选择也不再让人感到困惑。
你不再为了迎合外界的评价而做出妥协，而是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样的选择不仅能让你获得内心的平静，还能让你在这条路上发现更多的力量。请记住，每一个过渡的阶段都有它的价值。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你才有机会真正的成长，真正的理解自己的力量。无论眼前的困境多么挑战，只要你选择了诚实的面对自己，选择了信任宇宙的安排，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会随着时间的流动而解决，而你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强大，更明智。保持耐心，走好每一步，这样你会发现，所有的努力与等待终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你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在这段过渡的过程中，请相信，最好的自己正悄然成长，而你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并全心全意的信任这个过程的奇迹。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经历内心的挣扎，那种无法言喻的重担，像是一座无形的山，让人喘不过气。恐惧和内疚如同阴霾，笼罩着我们的心灵，无论走到哪里，总感觉自己无法逃脱他们的束缚。这些情绪曾经深深地影响过你，让你感到自己无力、无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找到出口。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切正在改变，这些情绪正在逐渐失去对你生命的控制。你正处在一个治愈的过程中，走出阴霾，迎接光明。现在，当你回头看，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许多困难与挑战。无论这些过程多么艰辛，它们最终都在为你带来一个新生的机会。当你选择放下那些不再服务你最高利益的事物，当你选择放下过去的痛苦与执念，你便为自己开启了一扇通往自由的门。每一个放手的瞬间，都是对新生的拥抱，是对自己的一次重生。这段过程并不容易，有时候你会感到迷茫，甚至会有种这一切真的值得吗的疑问。但当你真正开始感受心灵的变化，你会发现这是值得的。每一次的痛苦，每一次的不安，其实都是对你灵魂的升华。它们让你更加接近真我，让你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力量。这不再是怀疑和恐惧的时刻，而是从内心深处的解放，让你找回那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力量。在这段灵魂治愈的过程中，你的内在会开始调整频率，与宇宙的能量同步。这不再是寻求外部的认可或安慰，而是来自内心的自信与平和。你开始明白，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你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如何掌握自己的情绪，如何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谐共处。这份疗愈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它不仅仅是解放你的情绪，更是让你走向一个全新的自己。当你放下恐惧与内疚的束缚，当你不再依赖外界的评价来定义自己，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开始变得更加宽广，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变得充满意义。每一个新的选择都是对自己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探索，都是走向更高层次的开放与接纳。你也许会开始发现，自己对某些曾经感到极度焦虑的事情，开始不再那么在意了。你会发现那些曾经深深困扰你的问题，渐渐消失在你的视野中。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再存在，而是因为你改变了看待它们的方式。你不再让过去的经历决定现在的情绪，不再让恐惧掌控你的人生。你学会了如何放下，如何走出自我设限的框架，这一切都来自你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当你选择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
从那些让你困扰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你会发现，黎明的光芒已经悄悄照耀在你的生命中。这光并非来自外界的任何一个人或事物，而是来自你内心的转变。当你真正放下内疚和恐惧，心灵的平静与力量会回到你身上，让你更加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光明。这份光芒将不再是短暂的，它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会开始感受到自己内在的无限潜能，感受到自己与宇宙的深刻连结。当你选择放下不再服务你最高利益的事物，当你选择拥抱自己内心的光，你会发现这份光明已经成为你前行的动力，带领你走向一个全新的自我。你不再需要担心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在不确定中找到稳定，在混乱中寻找平静。每一个当下都是你创造未来的起点。你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困难还是挑战，都在为你塑造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你不再需要担心失败，因为你知道，无论走到哪里，这一切都只是过程的一部分，而过程本身就是你最大的成长。所以，当你再次感到不安或困惑时，请记住，你正处在一个治愈的过程中。这些情绪不再能够支配你的生活，它们只是过渡的阴影，而光明的时刻即将来临。只要你保持耐心，保持信任，并选择爱与希望作为你的指引，你将会发现，这份自由与平静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接近。在这段旅程中，放下过去，拥抱现在，并且勇敢地走向未来。这是一条属于你的路，一条通向自我觉醒与心灵解放的路。每一步都会带给你无限的力量与可能性。相信自己，选择爱与希望，因为你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自我，并且这个自我将会成为你最强大的力量。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你灵魂升华的一步，而这一步将会带你走向一个光明、自由的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幽默常常被用来打破沉默，拉近彼此的距离。它像是一把利剑，能够割开尴尬，为我们的关系注入一丝轻松的氛围。当我们用笑声作为交流的工具时，或许会发现生活变得更轻盈，也更容易应对日常的压力。然而，这样的幽默有时候也会误入歧途，当它不再是纯粹的娱乐，而是成为了伤害和贬低他人的武器。这时，幽默便失去了它应有的光辉。幽默，当它只是为了迎合社会的常规或是取悦某些人，而做出带有攻击性的玩笑时，这样的行为便是越界了。它可能无意中触碰到对方的痛点，对方心中的痛苦或过去的阴影便可能被重新挖掘出来。这时，你或许会听到那样的话语：我只是开玩笑，何必当真？这听似轻描淡写的话语，却暴露出了一种对他人感受的忽视。当我们试图用玩笑去掩盖伤害，或者以此来合理化自己对他人的不尊重，这不仅是对他人缺乏同理心的表现，也是一种情感上的自我麻痹。每一个笑声的背后，应该承载着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和尊重。当我们真正关心一个人，我们就应该谨慎地考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话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们还会在对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当玩笑成为了用来贬低的手段，它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比直接的攻击还要深刻。这是因为玩笑被包裹在一层轻松的外衣下，听起来似乎不严重，却很容易让人忽视其背后的伤害。每一个真诚的交流都应该是基于尊重和理解的。在关系中，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情绪的表达，
它们也是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桥梁。当我们选择开玩笑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对方的感受，而不是仅仅为了取乐或迎合他人而轻率地开口。尤其是在一些敏感话题上，无论是身体外貌，还是过去的经历，这些都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可能最脆弱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小心踩到了这些底线，对方即使微笑应对，内心却可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幽默应该是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而不是让人感到被嘲笑和伤害的。它的本质是一种积极的能量，应该能够让人们感到开心，让我们在分享笑声的过程中，彼此建立起更深的联系。而如果玩笑的内容带有伤害性，它就会变得不再是幽默，反而变成了冷漠和自私的表现。这样的玩笑不仅让他人受伤，也让我们与他人的距离变得遥远。相反，当我们选择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体会他们的感受，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更加充满同理心。这样的交流才是真正能够促进关系的。关于幽默的分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清楚的界限。有些人或许觉得自己的玩笑是无伤大雅的，但对方却可能在背后默默承受痛苦。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语言，让幽默不再是一种伤害，而是一种相互理解的桥梁。这是一个关于自我修养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的情绪，也要关心他人的感受。当我们开始意识到玩笑的力量，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幽默源自于对他人情感的尊重和爱，而不是来自于一时的取悦或自我表现。这并不意味着幽默要完全消失，而是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它。这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一点聆听，多一点观察。聆听他人的内心声音，观察他们的反应，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交流中找到那个合适的分寸，避免过度的开玩笑让对方感到不适或被伤害。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不仅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也能够让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稳定。幽默是一种艺术，它有着让人开心、释放压力的力量，但同时，它也有可能被错误使用，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每一次开玩笑，都是我们与他人心灵的碰撞，它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情感的流动。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要学会感知对方的情绪，学会选择那些不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的玩笑内容，让幽默成为加深理解、拉近关系的桥梁，而不是一种让人退缩和防卫的武器。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对他人感受的敏感。当我们真心对待他人，当我们真诚地在关系中进行交流，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玩笑都能够带来笑声，而不会带来伤害。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它代表着我们的内在修养，也代表着我们对他人无条件的尊重和理解。这样的幽默才是真正的幽默，它能够让每一段关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总结来说，幽默本应该是一种让我们彼此放松、打开心扉的方式，但它也应该建立在对他人情感的尊重和理解之上。当我们学会在开玩笑时考虑他人的感受，当我们能够在关系中更多的倾听和理解，幽默将不再是攻击和伤害的工具，而是沟通和共鸣的桥梁。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我修养的体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础。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仿佛一切都在风中飘动，没有清晰的方向。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责任、生活中的琐事，这些都让我们难以喘息，就像被困在一片混乱中，无法找到出路。
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刻似乎没有希望，也无法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都可以改变，你不再必须在混乱中漂泊，生活的秩序与清晰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你会如何反应？事实上，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你能够实现的现实。这一切始于你展现出内在的决心、纪律与责任感。宇宙的运行有其规律，而每一个成功的转变无不与内在的纪律密切相关。当你开始意识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都会成为你未来生活的基石，你便会明白，只有透过清晰的目标和行动，才能跳脱混乱，迎来生活的提升。这不仅仅是关于达成目标，更是关于创建一个符合自己内心渴望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经常感到自己处于不断旋转的漩涡中，无法停下来整理思绪。这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设置明确且可执行的目标。这不仅仅能够帮助你减少迷茫，还能给你带来持续的成就感和自信心。首先，设立目标时，必须确保它是具体的，并且可以量化。这样的目标能够帮助你时刻保持前进的动力。比如，不仅是设定我想要提高我的财务状况，而应该设定我计划在6个月内提高我的储蓄 10%， 这样具体的数字。当你开始追求这些具体的目标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动不再迷茫，且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会带来巨大的动力。其次，设定优先顺序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物等待我们去完成，但如果一切都试图同时进行，你会发现自己最后并未完成任何一项。学会设定哪些是当下最重要的，集中精力去完成它们，而其他的事情可以稍后再做。这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让你感受到真正的成就感。纪律是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关键。在目标设置之后，练习纪律来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能否突破困境、提升自我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懒散而错过了重要的机会。拖延会让我们变得焦虑，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该做的事。当你学会克服拖延，并且用纪律来规划自己的一天，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清晰和有条理。当然，纪律并不意味着毫无弹性，而是学会如何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适应变化。这不仅仅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更是学会如何在日常中管理自己，保持精力和效率。你可以设置时间区块来集中精力完成某项任务，并且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这样的方式能够避免过度疲劳，并且让你的工作更加高效。当我们选择了某个目标，便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生活的负责，也是对自己梦想的负责。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对自己诚实。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偏离了计划，那么你需要停下来，反思原因，然后调整方向。这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真正的责任感来自于对自己未来的关爱，来自于对每一个当下选择的承担。当你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你会发现一切开始有了改变。这种责任感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在生活中更加坚定，并且能够勇敢面对所有的挑战。当我们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并且在生活中展现出决心和纪律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场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每天试着从善意的表达开始，给自己一些正面的鼓励，并且将这份善意向外延伸。
你可以从每天早上对自己说一声“我相信我能做到”，然后把这份信念带到一天的每一个时刻。当你开始对自己充满肯定和鼓励时，你会发现世界开始回应你这样的能量。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也是对他人最真诚的关怀。试着在与人交流时，送出更多的微笑、赞美和支持。你的善意和正能量将不仅改变你的生活，还会点亮他人的心灵。当你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设定优先顺序，并且展现纪律和责任感，你会发现生活的混乱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清晰和秩序。你不再被无数的事情牵绊，而是能够集中精力去完成最重要的目标。这样的生活不仅带来了成就感，也让你在内心深处感到平静和满足。透过这样的规划和执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因为你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你都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一切正是来自于你每天所做的选择和行动。记住，每一天都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让我们带着这份决心、纪律和责任感，走向更高的目标，迎接更加丰盛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忘记宇宙也在支持着你。当你以正确的频率发出信号，宇宙将为你开启通向梦想的大门。相信自己，并且在每一个选择中活出最真实的自我。这样，你的生活将不再是随波逐流，而是充满方向和意义。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